谥号为文的4位皇帝，谁的功劳最大呢？大家在说到古代皇帝的时候，经常有什么文帝、武帝、孝帝等等等等。其实这些称谓就是这些皇帝的谥号。这谥号可不是随便叫的，谥号是皇帝死后史官们给予他们的中肯评价，分为美谥、平谥和恶谥。而文帝这个谥号非常特殊，它就是专门用来表彰那些在治理国家、发展文化、改善百姓生活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皇帝。能被评为文帝的这些皇帝，不仅让国家变得强大，还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。可以说，谥号为文是对一个皇帝最大的褒奖了。我国历史上的文帝有很多，但是今天咱们只来说说比较出名的大一统王朝的文帝，看看他们到底干了哪些了不起的事情，谁又是其中最厉害的一个。首先来说到的就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。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4子，吕太后去世之后，看起来软弱且背后没有势力的刘恒被拥立为皇帝了，史称汉文帝。汉文帝的一生极为简朴，为树立表率，在他在位的23年里，没有修建过任何的宫殿楼阁，也没有增加过任何的车马出行设施。他还时常穿着草鞋上朝，就连龙袍破了，也只是让皇后缝缝补补之后继续穿着。同时，汉文帝在治理国家上也是贯彻仁政，2次减免田租税率，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，也激发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。他推行养老政策，80岁以上的老人由朝廷供养，90岁以上的老人额外发放绸缎等物资，这都体现了他对民生的关怀。在他的治理之下，整个国家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汉文帝虽然名声不显，但是他是实实在在的在为老百姓办事，也配得上文帝的谥号。第2位来说说隋文帝杨坚。提到隋朝，大家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是一个短暂的朝代，能出什么好皇帝呢？实则不然。杨坚身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，但是他克服重重阻力，建立隋朝之后，更是统一了中原，结束了将近300年的中华大地分崩离析的局面，这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贡献了极大力量。但是这些还不足以称之为文帝。杨坚建立的隋朝使全国人口翻了1倍，还大力发展农业。开皇年间兴建了无数的大粮仓，储备的粮食可供全天下人食用50-60年。史书对此评价为仓储之丰，旷古未有。同时，他还推行了当时世界上最科学的科举制，打破了贵族的垄断，给寒门子弟提供了相对公平的跨越阶级的渠道。同时还创立了3省6部制，影响了后来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的政治构架，也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。可以说，杨坚改变了中国历史，一点也不为过。所以杨坚谥号文，实至名归啊。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李世民。大家都知道李世民是唐太宗，但是要注意，太宗是他的庙号，而文是他的谥号，所以他也叫唐太宗文皇帝。他是一位被大家所追捧的皇帝，要聊他的功劳，就要从文武2个方面出发。在文方面，他沿用了隋朝的科举制并加以完善，使得唐朝吸收了更多优秀人才，给唐朝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他还重视文化和民族融合，一时间万国来朝，促进了周边数个国家的和谐发展，被尊称为天可汗。而武方面，李世民在唐朝建立的过程当中，可谓是立下了无人可及的功劳。在他的治理之下，唐朝的疆域不断扩大，还击败了周边很多个实力强大的国家，使得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他
他的贞观之治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最成功的盛世了。最后我要说的是清文帝。提到清文帝，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他就是爱新觉罗皇太极。皇太极的主要功绩还是在军事和政治上，他彻底统一了分裂战乱的女真，这为清王朝的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他积极地吸收汉文化，大量使用汉族官员，促进了中国的民族和谐。他与其他的几位文帝相比，在民生的作为上稍有不足，但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的融合做出的贡献，还是足以称得上文帝的。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4位文帝的故事。至于哪位文帝的功劳最大，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看法。那么你觉得谁的功劳和成就最大呢？欢迎各位留言评论。